大家傍晚好啊！今天是2025年11月5号傍晚5点33分，现在来到了福建省的省会城市啊，福州市啊，三高路那边是三岔街，大概这么一地理位置啊。上一个视频我就骑着共享自行车过来，从那前面黄山村那边啊，有一个小的这么一个信息补充啊，也是关于健康方面的，跟大家碎碎念一下。那上一个黄山村视频拍完结束啊，坦白讲，我这个脚底啊，就是又走到那个中医诊所啊，因为它上面写的，我站这里讲完我们再开始好吧？他诊所写的这种抓蛇，我前段时间去到大田县，也有台湾观众跟我讲，他所谓的抓蛇，这指的他治那种带状疱疹，就是说这个中医诊所写了好多的这个诊疗范围吧，比如说像脚扭伤啊、骨科啊，他都贴在上面外面的红字儿。那我本能的判断，这家伙可能是个老师傅，我就打开门进去了。他就进去，气氛有些不对劲啊。这个老医生抽着烟，你知道吗？他一看也没搭理我。然后我说话果然跟我的本能捕捉的一样，我就说，打扰一下，我这个右脚啊，有时候，他走路有点咔咔的异响。你看现在我走完了就边说边走嘛。我说这有时候很尴尬，我走起来吧，现在他又不响了，时而响时而不响。有时候早上起来走路响，有时候走路走多了响，他有时候他又不响。这时候我说完，这医生也没那个，他摇摇头，就意思说了很轻声的说了一句，还好我听力好，他说没什么问题。我说是没什么问题。这前段时间我真的，其实坦白讲，我去福建那莆田县莆田市啊那里找个老医生，不是去那个哪里大田县，还是大田县，我就说拿了一个药，他就是说诊断我是这个腱鞘炎，我把这个事儿也说出来，没关系，无所谓。我说他给我开了一个药，其实就是那种可以说就是氨糖之类的吧。我说他的那个医生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脚啊，这润滑液不够了但是吧，我说吃那个药确实感觉有点效果他这几天最近想的不怎么频繁，或者不怎么想了我说完之后，医生就是也没太搭理我，他摇摇头说没事的。我说这个有时候骨头这个异响，他是不是？我就反问他嘛，就这种不太搭理你的，但他可能真的有东西，你知道吗？他抽着烟，就虽然我怀疑着，但是又想着他可能有东西，我就怀疑着，我就说出我的这个自己科普的知识，我说是不是这个腓骨长短肌啊，这个距骨包括筋膜之间是骨头之间有一个炎症吧，包括韧带之间是发炎这个东西有关系吗？他说没有关系。他说了俩字，这个时候他说筋短，我就反问我说您这意思这个筋短是指的我这个筋比较短要拉筋吗？他说对。我说拉筋是不是那种拉筋板？其实我都了解过，都私底下有补充一些科普的知识，那种拉筋板有没有效果？他说有的，就是筋短。大家看一下，各位，你跟着视频看，观众知道的。前段时间我就去那大田县到那个立祥中医诊所，他给我开了一个药，就是增加你这个韧带或者筋膜之间这个腱鞘之间的一个这种润滑油之类的东西吧。简单点说就是这样子。你看看两个医生两个答案，这医生现在给我的结果是问题不严重，他摇摇头，意思也不想搭理我。这白天我还去到前面，就是这个什么龙江村那里，那女医生也不搭理我，她说你因为不疼嘛，他们普通诊断你这个不用管他。我自己今天跟大家反馈一个消息，这个医生诊断我的是这个筋短，你看到没有？就意思我得去拉筋，那我回去得好好拉筋了。然后我私底下讲，那前面那个大田县那个立祥那个医生给我开的药也没问题，我吃了确实就响声有点减少了。还有今天一个最典型的特征，现在我刚刚看了一下微信步数，已经飙到34000步了。我上午8点多到这里走到现在。你知道现在有一个情况吗？平常我到一个城市探索，早上走到傍晚的话，这个时候脚底会非常疼，非常响。现在不怎么响了，或者响的也不频繁了。就这个意思吧，跟大家复述一遍。我们到这个反正什么商场进去看一下嘛，就这个刚刚到黄山村的有些话吧，我也当说给自己吧。有时候视频我也自己也会看一下。我其实还是那句话，你像我一直都在积极的跟医生沟通。你看他不搭理我，这医生根本不搭理我，他让他抽个烟。你不搭理我，反正我自说自话，对不对？我把我的这种病例这种情况讲出来。你能如果给我一些你的这个常年的经验，我也觉得很
重要，很宝贵。我走的时候我也非常客气，我说谢谢您老师傅，哎，打扰你了，打扰你了。然后他还是点点头，他说没事儿的。啊，我就把门走的时候给他关上了。就刚刚黄山村这个，它具体叫什么诊所，我可能对照着地图放大的话，我能找到啊，但是也不重要了，就挺感谢的吧。他意思筋短，就意思要拉筋，你看我说的没错吧？你得多找几个医生复诊，多找几个医生问问。我在想，你改天要去挂个号到三甲医院，他有可能说你筋膜炎。给你摸一摸，实际给你啊，你看看一个就是这脚有时候发生异响啊。现在走路，我说实话不响的，他断断续续的。刚刚也很尴尬，你说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现在给你展示吧，走起来他又不响，就是这样子。那医生就点点头，他说是了解的。这边往三岔街那边走走吧，这边下班高峰期啊，因为由于啊，现在已经进入接近秋冬的这个时令啊，它5点半路灯早就打开了啊。福州的路灯还是亮的，但现在温度啊不太给力。你看外面这大阴天呐，傍晚这天也黑透了，随时下雨。刚刚也有点下雨的迹象。5点半就天也黑透了，嗨，橘子酒店，走过去吗？要走到对面，那也乌漆麻黑的，走这边啊。福州的开车的人的素质啊很差的，各位。我刚刚骑自行车过来，我太有感受了，这有些车子它开到我们非机动车道上还拽的要命，后面一直滴。就我刚刚查一个地图嘛，查一下三高街或者三岔街应该要不要停，后面有个汽车啊一直滴我，我当时真的想把自行车给它甩到他前面车上，我想想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那不如现在跟大家聊聊天是更为重要的，而且现在挺高峰的一个时期。我想想，跟这种人也不值当。他一直按喇叭，他就要抢旁边这个停车位，就一直让我让出来。你按一下，我不就知道了吗？因为我背个书包，还要把书包给他背到背上嘛。他按第一下的时候，我就赶紧把手机看地图的这个手势给他收起来，然后他按第2下的时候，我已经在把手机装进去，挎包再换了。就是他在后面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就这种情况下，一直按了5、6下、6、7下。然后他按第6下的时候，我说实话，如果我就想把这个设备架起来拍摄，我说你再给我按一下，我自行车甩你，反正是共享自行车嘛，对吧？我就跟有些司机说一下，你真的碰到我这种，我今天算是就是没有要跟别人吵架的这个欲望。你要跟我钱就在深圳在哪里，你跑都跑不掉，是吧？这共享自行车又不是我的，我甩在这里，你要停，你停一个屁，你停，就是这种路。明明我们自己的有人听得懂的，有些人就是真的自己做一些道德败坏的事情还理直气壮的。我把这共享自行车甩到这里，你能把我说什么？然后我这个设备架起来，你给我试试看，吃亏的不是你吗？对不对？我在拍摄，你看你吃什么礼？我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吃亏的还是你。车牌我也不给你打码，你能怎么样？你投诉我好了，你投诉我侵权，我给你下架，给你打个码，再重新上传，你看谁吃亏？是不是？我刚刚就是反正复述一下，主要还想把这个脚的这个事情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懒得跟他吵，没有必要，一直后面滴，有什么好滴的？而且你自己汽车停到这非机动车道上，你还着急，你着什么急啊？这可以吃是吧？我也懒得吃，没胃口啊，往前走走吧。这有什么安静里啊？它可能是小区的这个，不是一个路名啊，这三高路啊，三灯啊，三什么啊？3个高血压是吗？找上三岔街找一下啊。走这边啊。一个右脚啊，天天折腾半天啊！我觉得归根到底，我自己是知道了，就是走路走太多了。如果一天走半小时、1小时，绝对不会疼的。你像我这样走的太多了，有些观众跟着看知道，我靠，你也确实太厉害。你看天黑了，我们到的时候不是我出发的泉州的时候，你一个视频跟下来知道，我们出发的时候，当时出太阳了，早上7点多，是吧？现在就6点了。今天啊。微信步数啊，已经估计等一下会上这个4万步啊，不知道您上几万步啊？
采耳的。这边啊，其实有一半我不确定夏天那天到底有没有来过，算台江区还是苍山区啊？就交叉的这么一地方。此时啊，去三坊七巷也可以，但是我可能不会去那边了，因为包括那达美美食街，你看我记忆力好不好？因为记得清清楚楚。就当时我们在三坊七巷拍的也挺详细的，就几个月前嘛。就没有必要现在再去凑个热闹，再凑个视频，没有必要。今天我可能会，就静下心来，好好的把这边拍一拍。走左边是吧？到那三岔街去看一下吧。我觉得还是要练习足弓，那有时候工作忙就把这些东西落下了。其实天天简单的拉伸不够的，走左边吧，或者怎么样，暂停还是怎么样。车子来了啊，有点夸张啊。各位，我暂停一下，看一下路啊。我看了一下路，没有错的，就是那个过去三岔街啊，拍了几分，10来分钟吧。5点45分了，你能想象吗？天已经黑透了。此时此刻我在云南待过，我知道这傍晚还在云南大太阳呢，你知道吗？云南啊，7、8点钟才会天会黑啊。唉，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嘛，你去过才会有一些感同身受的。三岔街看一下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东西啊。我在想，等一下住酒店是住哪里？男的在干什么？一直摇车。这真的做人就是这样的。那个脚蹬子没弄，不知道在干什么。绿灯了，过去。走吧。突然人就多起来了。因为它有个三岔街地铁站啊，不知道那是个就是一个单独的街，还是说一个村子，去看一下好了。附近路上也路过一个什么高湖村是吧？我没拐进去，因为那说实话不是很，地方没有多大啊。这边路突然都好起来了啊。这福州的司机啊，全部要整治一下。非常差，感觉比泉州的那司机素质还要差，真的。就我简短的骑一段路啊，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从那黄山村刚骑这个自行车出来刚刚，然后我们一大片这个人，这是绿灯嘛，过红绿灯，我们都遵守红绿灯的。然后有一辆车啊，最后2秒钟，它是一个就4轮的机动车啊，它抢了黄灯过来之后。他把我们人全都堵在这里，然后我们自行车一看前面绿灯还6秒、5秒都不够了，所以大部分人根本不让他，就是不让他的情况下，你知道他怎么样吗？这个机动车，他想硬还要在这加油门，还要往前挤，有些车子都已经被他顶到了，我都看不下去了，我真的想把这设备架起来，这司机吃亏的，你跑都跑不掉。我真的想治一治，有时候你看我好像还没有就是发这种治理这种交通的。法规的这种东西是吧？你说我刚刚说的这2个事情，一个后面滴我的，还有一个就抢了黄灯过来的，你本身已经停在斑马线上面，我们是绿灯的嘛。就是你像我这样的人治你的话，你100%跑不掉，而且你会吃一辈子的亏。你像我上传多少视频，肖像权、隐私权，我给你搞得清清楚楚。第一遍我不会给你打码的，打个屁！像有些人太遵守规矩了。
我懂啊，对不对？你可以举报的嘛，我刚刚讲过了。你举报之后，我再打码，我再重新上传了，或者我没有视频影像资料，我复述一遍，你也跑不掉，你跑得掉吗？你像前段时间上官正义，还叫什么一个打拐的，我们自己国内非常我挺佩服这哥们儿的，他一个做了10几年了，也其实2010年一个我们感动中国的一个人物，这家伙就挺智慧的，他在湖南那个城市的一个遭遇嘛，他去带了一些线索过去，把这个打拐的线索过去，你看他的遭遇，你没事可以翻一下，是上官正义还是什么？我应该没有记错。有哥们儿或者姐妹儿，你可以去搜一下他的故事。就他在那警察局的那个遭遇，把他手机给他抢走怎么样？就是有些人，你是不是脑袋是不是也太简单了？你脑袋是不是也太简单？你像我这样做视频的，我拍着脑门，我跟你讲，你想的太简单了。你像我这样的人，我根本不需要拍摄，我复述一遍你都跑不掉。我就这样复述一遍，就站在这里。大家听着车流声，我把这个事儿复述一遍，你跑得掉吗？有些你想的那么简单啊，把别人手机抢走就好了，别人又发了一条微博求救，你又把人家手机再抢走就好了。你想的这么简单，有些人也是的，你脑袋是不是想的也太简单了？这红绿灯我过去，那些过绿灯的过来了，我还要再抢他们的这个时间，那个不给他们面子。你真的碰到我这样较真的人，改天你这不下跪，你哭都来不及。我说的真的不夸张。你想让我这种人给你删视频，你这辈子也别想删。而且我拍的角度，各位，我跟大家讲，我之前就是车的保险，我是卖这个的。就车每年年审的时候，是我来给你验的，拍4个角度。你车牌这个角度，车牌那个角度，车屁股后面一个，全身的一个。我今天拿着相机给你验车的人。然后发给我们的行政，就是怎么拍你的车，你车的特征跑不掉，你人物特征我就怼到你脸上，我看你怎么办。你现在找我删，我加了手机这个苹果手机加了相簿的，加了这个，我如果不输入密码，你现在除非把我手机砸了，我再开启这 Cloud， 你这个我只要拍了就是片段就不会删掉，只要我不删，你懂苹果手机的都懂。你看，你能站哪点好？就是你说话可能也说不过我。就是我如果站里的时候，这个说话模式跟你现在平常聊天的街拍肯定是不一样的。好了，我聊到这里吧。就是三岔街有没有过去啊？再找一找吧。没关系啊，我们的节目风格就这样，想到什么聊什么。有些福州的这司机素质也太差了，太差了！这明显我才骑了这10几20分钟啊，就从黄山村骑到这边的。你看我遭遇的，那前面路也是非常差，但这一段是好了。汽车里下班了，你真的就差那点时间吗？我跟大家讲，我不谦虚的说，我骑了那么久的这个电动车也好，各种交通工具也好，我没有出过一起交通事故。你去查，你查出来我出了什么交通事故，我直接把我账号注销掉。我都骑得很慢，无所谓了。我都骑得很慢，然后有些人脑袋也非常愚蠢，在哪里？就是说你现在赶这个时间过去，你可以抬头看一下红绿灯。你现在就算抢时间过去，前面也是红灯啊，你也过不掉啊，是这样子的嘛？有多少傻帽是这样子的？滴喇叭滴滴滴滴滴，把别人搞得很烦，把别人搞毛了。到前面红灯，别人后面追上来了，别人又去别你跑得掉吗？有些臭傻帽。然后还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现在5、6点钟嘛，就算你早2分钟到家，早3分钟赶到前面一个酒店。跟谁约会也好，或者再早5分钟，赶到一个地方跟你朋友吃饭也好，这几分钟真的重要吗？真的一点都不重要呀！你要是惹到我这样的人，可能你是个好人，那天比较着急，但是如果出现一个美丽的误会，你跑都跑不掉。你可以翻一下过去在我视频中出现过跟我吵过架的人，哪一个说别说吵赢，或者说占了点便宜？我跟大家讲一个英文词 zero。
你碰到这种上官正义的，他可以说钓鱼执法，那人家要问就是这个 police 说你钓鱼执法，那问题是我没有执法呀，对不对？我普通的公民、普通的市民哪有说执法这个东西？你这说的是不是也太随意了？你说你跟我这样拍视频的人去理论，我可以有多个方案治你，就是我只是说现场的现场治你的，我还有后续的，我天天来这里，你大概率这个点下班吗？我有反侦查的手段，我买一个偷拍的，我天天跟着你不违法吧？而且是在其他地方跟着你，而且跟着你我是不公布的情况下，你像这个车牌一下子给你拍得清清楚楚，你放大一看看得清楚，你说你这蠢的到家了，跑得掉吗？这车也开始滴了，你自己看一下，这点就等不了了吗？你滴前面发生事故，他怪你。就福州的所有的人非常着急，尤其开这个汽车的啊，电动车倒还好，电动车没有说要特别怎么样啊。这个三岔街在哪里啊？龙友谊路啊。这三岔再往前走走吧，过去就过去了吧。我说三岔街有什么东西呢？也没啥东西吧。前面看一下吧，感觉就是普通的街了。它附近啊，哎呦，你只要脱离那鼓楼区那边，在外面各位，福州外面全是这种2环路、3环路、1环路，它是那种新区。嗨，我今天一天逛的都是这种地方。好了，说完了吧。再说下去呢，反正有些观众也知道，我最近也真的没有什么欲望跟人吵架，有时候也是找乐子，吐槽一下。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心话，你跟我吵架的人，吃亏的都是你。其实我写个诉状书就去法院闹的话，我也有时间的。你改天你真的你哭都来不及。我会写文案的人，你现在起诉一个人很简单，很简单，你不懂我改天教你了。就是我跑到哈尔滨去起诉你，你知道哈尔滨在哪里吗？在东北。你如果是在广东的这个网友，你天天骂我也好，我举个例子啊，我说你侵犯我名誉权了，我截图、评论什么连续的画面，加个视频都有你的昵称，我起诉平台再起诉你，如果你实名认证了的话，这时候你就妥妥的完蛋了，这个绝对跑不掉，给法官一看，这都是证据都在的，这个时候你是要去现场的，你线下要去法庭的，然后。诉状书里面我写的清楚，法律费由对方支付，我自己当我自己的代理律师了，可以的，就辩护律师嘛，对吧？其实法律的东西很简单，你只要把你的东西展示给法官看，但凡是一正常人，都会正常给你判的。你侵权就侵权了嘛，对吧？你侵犯名誉就侵犯名誉了。这个时候你第一次出庭的话，你是必须要出庭的。我讲一下各位，有些广东的人，你说黑我也好，就比如说你是湛江的，我真的跑到哈尔滨去起诉你，你真的你哭都来不及。我说和解费6万块，你这个6万块是我查过的，就是你侵犯我肖像，你肯定要跟我和解嘛，你确实侵犯了嘛。你说我昵称或者代指某某也不行，